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北襄阳。我现在站的位置呢是一个山寨。我们之前在黄河流域以及南方的云贵川呢，其实看了很多山寨，基本上看到的是易守难攻，有些是三面环水，只有一个地方能上去；有些地方呢，三面是悬崖，四面是悬崖。那么这些山寨一般起到两个作用，就是在战乱时期，很多当时的财力雄厚的地主，或者是一些村庄里面的老百姓啊，他们为了躲避土匪，来到这个山寨上面建造一些房屋，临时居住下，用来躲避土匪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土匪觉得这个位置很好，他们就盘踞在这里，相当于就是一个土匪窝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，其实它两个作用都占到了。早期呢，是那个地主家里在这个山上面修建了上百个房间，用来居住。这个其实也很奇特啊，很少有地主在这样一座大山上面修建石头建造的房屋。另外一个呢，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以及早期的清朝以及明末的时候啊，有土匪在这里盘踞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山寨里面看看。我在山脚下面，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，上面有寨门，还有城墙。那这些建筑呢，都是以前残存下来的，非常多啊。自古以来，建在这种山顶的山寨，基本上是易守难攻，所以呢，都是有一条小道上去。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路是很好走，那其实在古代社会，路其实非常小的。我们爬山差不多半个小时，来到了这个山寨的门口。这是典型的山寨特点，用石头垒砌而成，就跟一个城门一样的。它这里是南门，大家看到上面还有一个炮，就是证明在清朝末期或者大概100年前，这里还有人在这里盘踞，相当于是一个据点。像这个城墙有10米高，真的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。反正我们能够看到的山寨，大部分都是石山，然后在附近就地取材。这个南门其实也叫做南碉楼，它是位于鲤鱼山的半山腰。这座山有很好听的名字啊，叫鲤鱼山，因为就在河流旁边。现在我们就去这个里面走一走。它这里是大门，当然了，这个是经过后期修建的，原版大概是上个世纪40年代已经损毁了。这个山寨叫做春秋寨，按照资料记载，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兵寨，在2000多年的时间，由兵寨到民寨反复的变迁，反复的演绎。三面环水，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，所以说在古代也算是兵家必争之地。特别是东汉末年，当时的关羽镇守荆州，他来到这个地方，晚上呢在山顶夜读春秋，后人为了纪念，从而把这个地方叫做春秋寨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基本上是明朝遗留下来的，当时在明朝中后期的时候，应该算是步入了小冰河时代。全国各个地方呢有很多自然灾害，你像关中陕北山西一带呢有那个干旱，南方呢也有其他的灾害，那就会造就了很多土匪。当时在这附近呢有一个邓家，他算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，因为他们经常在全国各个地方做生意，看到很多人的那个地主啊，就是乡绅被那个土匪攻破了，财产抢破了，就相当于是家破人亡。于是呢，他们就选中在这个山寨上面建造房屋，建造他们自己的家族。大概花了20年时间，在这个鲤鱼山上面建成了160余间房屋的一个地主大院，非常豪华呀。因为你在这样的山上建房屋不容易。当时的那些土匪不光是抢夺财物，甚至都可能威胁你的人身安全。如果形势不对，他们这个家族就把人员迁移到这个山寨上面来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上面这么多石头建筑，这么多房屋遗存的来源。那这个地方
在明朝中后期属于地主大院。那到了后面这个地主家里啊衰落的时候，那又变成土匪居住的了。因为这样的山寨地主啊，大家都知道，不可能存在了几百年，它都会有衰落的一天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还能看到一些枪炮。这个地方就是整个这个山寨的城墙，这里叫做女儿墙，这上面是垛口。你像当时地主家里的守卫或者土匪的守卫，都会站在这里看下面。如果说有人来攻打，那么在这里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它整个这个城墙有5-6米高的，也有10米高左右的，算是一个防御体系啊。当然，现在这些可能是经过后期修缮的。在这个南门南碉楼上面还一尊大炮，当然这个是仿造的，是道具，道光时期建造的。那么就是说，在清朝时期，这里还是有人生活，有人居住，就是不知道当时是地主，就是那乡绅在这里居住，还是说土匪在这里居住。但是有大炮就能够证明这里防御性很强的。这里也是依照山体结构建造的，房屋也是一层一层上去。那下面的呢，基本上是他们家里下人居住，越到上面越是家族的核心成员嘛，这个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而且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在下面这些房屋普遍都不是太大。我们现在还没到上面，但是猜也猜得出来，上面的房屋跟下面是有所区别的。就是有一点，在这个地方冬天可能会很冷啊，这些看起来真的挺可惜的。这么多房屋，我猜想最高峰的时候，这里是不是住了将近上千人？当然，他们这个山寨从下面到顶部呢，一直是沿着边上这样螺旋上去的，没有直通的道路。你看这里的房屋是不是很有特点？这边没有石头，它就堆砌而成；那边有石头，就做成地基。这里以前也是有房屋的，1、2、3。那这一块只是倒塌了。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里面的痕迹，可能在几十年前还有人居住啊，因为上面有一些石头是用水泥弄的。在这里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明显这里都是一些房屋、房间。这里有个通道，这里有一堵城墙，那么这个算是第2道防守，就是这个一直过去啊，有一道城墙，那么这道城墙就把古代的那个等级观念区分得很清楚，下面这些都是他们家里下人居住的，而到这里应该就是稍微离那个家里核心人员近一点的，比方说旁系。最上面呢，就是整个家族的族长，包括他那个直系的人居住的，一般都是这么区分的啊。这房屋大不大？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，这里真的会有土匪存在吗？按照确切的资料记载，上个世纪40年代，这里大概是有300多个土匪盘踞在这一座山上面。看看这些，就是典型的房屋。它算起来是有2层的，这里就是阁楼形式的，然后这个明显看得出来一个弧形，那当年就是有横梁，包括瓦片在盖在这个上面。如果不是瓦片呢，就是那种石片瓦。现在算是来到了这个山寨的中间，真的是一层一层，房间太多，数都数不清。那小的房间还有大的房间，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的不同呢？我猜想啊，是不是那个居住的人身份不一样，来到这个上面就能够看到一些巨大的房间，应该是整个家族他们那些核心人员住的。那这里墙壁上面还进行粉刷了一下，我猜想这一块早期是他们地主那个家里几个长辈居住的这一块。那土匪来的时候呢，这一块应该是土匪首领居住的，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生活过的痕迹。一般我们都说这些地方
有石磨石碾呢，在这里好像没有看到。真的是房间太多了。通过这些建筑，也能够想象得出来，当年他们邓家是发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造这个山寨的。它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条通道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下面有个城墙，它是四通八达这样过来进这个房间，就相当于是户户连通一样。在这些地方就能看得非常明显了。我其实有一个疑问，他们这家人当时从哪里弄了这么多石头过来？尽管说就地取材，但是这些石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，需要的非常非常多啊。我们现在就找一个房间去看看，因为这个上面的相对来说保存的比较完整，只不过就是顶部的那个横梁跟瓦没有了。这些地方尽管说是他们邓家的人在这里建造躲避土匪的，但是我猜想啊，应该也是临时居住的，长期应该谁也受不了。又是在山上面，冬天是非常寒冷的，就可能土匪来了，他们就全家来这上面居住。我们看看房间里面的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下面呢也没有说完全的弄平，都是根据山体的结构来的。这个后面呢也是悬崖，这里我猜想在几十年前还有人居住。本身石头是会透风的，那在这个地方有人把那个缝隙堵住了，那么是不是就在里面生活？这里其实是一条小路下去的，我们这边走的是条大道，然后它下面也有，因为整个山体是有个斜的嘛，所以他们就1层、2层、3层，有3条道路行走，而3条道路的每一边呢都有一堵城墙，所以算起来他们是有3重城墙守卫着这个山寨，设计的也挺巧妙的。内部的布局，当时肯定是请专门的人设计的。看到没有？它每一间大一点的房屋都是有阁楼的，上面就是屋顶的形式。那阁楼主要是存放东西的。这个地方应该算是整个山寨最精彩的地方。我们看到这些房屋呢，都是四方四正的，这个还挺高的，高度可能5、6米。外面呢都是算是城墙，也算是墙壁。在这里呢还有一个转角楼，它大概是有3层，其实也可以算的是旁门左道吧，因为它整个房屋啊墙壁是一个圆形的，其实就是为了好行走嘛，修建的这样一种方式。这里有一个门，看看这个房屋高不高，里面是2层的，并且呢中间还有个楼梯一样，所以我就会奇怪，它这个房屋墙面这里是一个弯形的，有一个缺口，难道有窗户吗？顶部我们知道这个上面是有横梁，那么会有遮风挡雨的。这个前面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关键是有个楼梯上去，我也是搞不懂啊。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。真的是破损的太严重了。反正我是觉得，它这些房屋基本上里面呢都是2层。这个地方是叫做瞭望台，从这里看向远处啊，古寨连绵。因为在这个地方啊，其实山寨很多，对面以前有个山寨。这一栋房屋就明显是在几十年前有人居住了。四周都简单的修缮了一下，不透风，就能够保证冬天在这里住的舒服。这个地方就是山寨里面的私塾，他当时这里最多的时候有2个。当时他们家里的小孩呀，在这里受到启蒙教育，就是常说的三字经、百家姓，后面学习四书五经，进而呢去外面那个考取功名。按照资料的说法，在这个山寨附近的一些老人，他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山寨上面受过启蒙教育。我就有点疑问，你就算是按100岁的老人，他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左右在这里受到启蒙教育。这个山寨是明朝中后期建造的，
400-500年的时间，这个家族能传承这么久吗？就算能传承这么久，他们在这个山上能一直住着吗？所以就有点疑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山寨上面，临时住一下还行，你如果长期住，在冬天是受不了的，风大又寒冷，然后这里呢又没什么保暖措施，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不会说有一个家族在这里生活了400-500年。总体感觉这个山寨很多石头已经丢弃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你像这里上面是横梁，它顶部呢应该是跟前面有个弧形的，但是那一块的石头都没有了。现在我们就去最后一部分看一下，这里看起来是一个房间，其实呢这里又是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防御体系，城墙加碉楼，你必须通过这里才能到达他们族长居住的地方，而且这个门呢都比较小，所以它这里是一环套一环，一层套一层，这里就完全是一个通道，出来了就明显不一样了。这里算是一个蓄水池，就是他们当年在这个山寨生活，饮用水就储存在这里，当然可能不止一个，因为下面就是河流。前方那些建筑呢，就是早期算是兵寨，将军在这里居住，后期呢就是他们邓家的族长在这里居住。那土匪呢，有时候在这里居住，有一时候呢也是在我们那个刚才看到那些房屋，这里感觉房屋都不一样啊。这栋建筑非常精致，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。它这里也体现了古代尊卑的思想啊。因为这个建筑整体看起来是非常华丽的，选址好，用材讲究，建筑艺术精湛。墙体呢是以三合土粘合，在我们刚才看到那些房屋都没有啊。它是当时古代的最高长官和族长居住的地方，里面呢还有套间，旁边还有那个围墙，所以呢它本身这里又变成一个小的防御体系。进去看看，这个士兵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，这里还搞了个关羽的雕像在这里。这就是关羽夜读春秋的场景，但这个都看起来有点像张飞，太好玩了。这个关羽就有点像影视剧中的关羽，那真实的关羽呢，长什么样子？大家在那个山西运城有个关帝庙啊，他那里好像就是关羽真实的模样。刚刚看到的房间就是以前的地主居住或者是土匪居住的地方，所以说不管是土匪也好，地主也好，他们都很会选择地方，选择这样一个三面环水、易守难攻的地方作为据点。那么山寨当时住了这么多人，他的厨房是在哪里呢？其实是分为2块的，这里就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人员的厨房，在这里生产，在这里做饭。然后那个像家里的下人就在我们刚刚上山的那些地方。前方就是厨房了，我们就不下去看，因为整体的布局差不多，整个山寨我们就看完了。这个山寨的布局建设的确实非常好，一层一层相当于是叠加的，也体现了古代工匠建造者的智慧